这个视频要提升全体王者荣耀对抗了玩家的游戏理解，让低分炸鱼更难打，让高分竞技更紧张。作为职业教练，携手青训破军无言，也是第一个赛季出道季冠军的 KSG 无言，做出这期对抗路教科书，让大家掌握对抗路这把团战最利的剑。整期我们围绕一个关键点来讲解半图。顾名思义，把地图从中间切开就会分为上下半图，也可以称为对抗路或者 fight 路半图。因此，对线强、带线强的边路英雄都可以很好造优势。不过，虽然有优势，但打到后期却反被对面压住，根本不好赢。而且，大部分玩家碰到对位被克制的情况，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打了，连前期优势都没得。如果这是大家普遍的问题，可以在弹幕发是的老师。那么我们就从如何过渡前期讲起，只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就随便单排上荣耀王者。读图就是读取小地图信息，读队友和敌人所在的半图，比如开局打野，对抗路也去开，意味着1分半之前都很难出现在对抗路。如果中路辅助都没靠过来，对抗路半图前期就是一个人。这种情况下，对抗路前期过渡的思路很简单，保状态以及保自家野怪资源。加多一个信息，如果队友提供的视野能点出对方的中野辅也没靠过来对抗半图，意味着半图人数持平1v1，这就看自己的手法和英雄强度了，抢中立资源或者对线打状态。同理，开局打野发路也去开，意味着1分半左右会在对抗路半图，且有队友靠过来。这时候前期思路就是大胆和对方换状态，拿中立资源抢对方资源。当然，如果队友提供的视野点出对方的中野辅也靠过来对抗路半图，半图人数持平，依旧拼强度和手法。这时候大家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这么简单。开局看打什么开，再看中路清完先去哪，半图人少必战，半图人多必战。不对，那如果队友前期就是一直不来，我这边半图只能必战挂机，他们在另一边送怎么办？主动去人多的那一边半图，无论哪一边半图都包括中路。当我们发现敌人可能在对抗路半图，自己这边没强度、没队友不好抢线时，就可以主动半靠过去中路，在河道点一下视野。如果在中路打架，就可以第一时间到位，也就是主动配合人多的半图。当然，如果强度过弱不好走河道，就可以推到野区草或者靠近2塔草的位置，做一个随时可撤退的位置，保证不会掉点。来看这个例子，前期只需要多看小地图去收集信息，打野发路也去开，影可以从河道上线盯一下有没有人，中路清完线往发路走，看到了对方打野没打红，也就是蓝开，敌方中路也去了发路，所以在1分半前对抗路半图会是杨戬加影大于蒙恬一个人。影前期哪怕抢不了蒙恬的线权，空间0是一定可以争的，到2分钟时是一个黄金时间点。第二轮野区快刷新，发路半图敌方是中射辅，我方打野因为蓝快刷新也在发路半图，敌方打野同理在对抗路半图的野区，也就是半图人少需要必战，对抗路的线不能抢，在边草观望。敌方如果要把线推过来，就把线卡塔前，这样就能保证后续不用太靠前就可以清下一波线，敌方会很难受。是不是发现前期非常简单？线上过大的压力通常就是因为不会分析半图。分析明白后，就到了4分钟前的黄金时间点，3分47兵线的交汇时间点，衔接的是4分钟龙。在路人局里，不同分段是不一样的情况，大部分段位依旧会和前4分钟没区别，分析半图做处理就可以。高端局、顶尖局这时候都是为了铺垫龙团，如果对方边路龙团强度较高，要做的就是尽量不要让他做传送阵去打团，让那边半图的人数持平，否则5v5强度未必比得上。反之，如果对方边路龙团强度较弱，要做的就是赶紧抢完线靠过来打团，主动造一个绝对优势的半图。举例子，关羽打司空阵，另一边半图打掉了对方一个点，3分47的线虽然不好抢，但我们能明确，只要司空阵过不去另一边半图，就可以有人数优势，所以只需要不断压低司空阵状态，连带兵一起劈，让他没办法有满状态去支援，队友那边自然就可以舒服起来。依旧是靠分析创造优势半图。对线整不明白了，接下来掌握了可以一路打上巅峰万强。带线依旧是靠半图，人多出优线，自己所在的半图人多，就出去更靠前的位置做一波优势线，也就是自己的兵线出去，而敌方的兵线被清掉了，那么这波兵线就可以一路推到对方塔前，人少接劣线，自己所在的半图人少，就在塔下接劣势线，这时候就不需要过多队友的保护，分清这2种情况，就知道边路兵线该怎么处理了。通过这2种带线，我们能意识到要有效推进，就必须要有一路优势线，且尽量减少劣势线的出现，因此就更需要有效的带线。带线需要的半图信息是视野，越靠前需要的越多。2个黄金点位是野区中间区域的草丛，
中路对应一边的草丛，比如蓝区要做对抗路半途的优势线，把敌方红区红背草的位置和中左草丛的位置站住，你会发现多点串联，红背卡住对方支援，中左卡住对方包夹，带线就会很舒服，这就是半途视野。越往靠前带，比如带到2塔位置，需要的野区视野点位就要更靠前，尽量做到3点一线，这就是顶端局能做到的效果啊！不对，何德何能有这样的队友让我舒服带线？不需要这样的队友，主动创造半途，能带就带，不能带就接劣势线，然后从河道半靠过来夹击中轴，和前4分钟同理。如果全都不好把线带出去，那么就要利用对方一个人在边路带线时夹击中路，这就是从4E半途主动变为50夹中，对方正面必定会被逼退，然后就可以利用中轴优势打出去到更靠前的位置带线了。不对，4E半途我是单一位，可以主动靠过来变50，但实战队友经常1-3-1 3路一起带，或者2-3一起抱团吃钱呀。有没有感觉到刚刚的2种情况实际上都可以靠自己转线支援主动变为4-1布局，只是有时候作为单点的不一定是自己，而是己方其他可带线的英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如果队友做线很混乱，要让自己不好做4-1分带，那么就先和另外的队友抱起来，利用人数差先打一波正面优势。误了，正好如果玩的是笨重的坦边不好带线，就可以让队友带线，自己顶正面。适合带线的是灵活战士，就可以不断的去出优势线，全对。那么就来到最关键的一环，团战。利用半途信息找夹位，做到这一点，你就是顶级边路。夹位顾名思义，夹击对方的位置。一般来说，阵型分为前排后排，作为边路战士都会想直接摸到敌方后排，所以在一波团战前绕到敌人后方的位置，打团时敌方的后排脆皮反倒会变成你所在位置的前排。那怎么绕呢？以龙团举例，队友在中路打正面，这时候不要傻乎乎的一直在正面露视野，提前绕到河道的另一侧或者敌方的野区，这就叫落好位置了，团战胜率会极高。具体更多场景中怎么看半途信息，就需要实战了。大家都学会了吧？接下来我们来打 KPL。你是 KSG 无言要打的是 AG， 这把是夏洛特打曹操。大部分会存 A 的曹操都会来抢线，所以让大司命来帮我们边开。出门草前卖掉后，先不买装备也不点技能，这样就能保证对方如果也是有设计的开局，就能转成买护甲和点1技能的方式够着。碰到曹操了不怕，卖状态，买铁剑点2技能压血线，曹操必死。不愧是你，成功对位 AG 渲染拿到了1血，把兵线送过去后，把对面的赤甲也给收下，打野回去红区收野怪。这时候小猎图可以看见红 buff 被偷了，就一定要意识到对面的打野速率很慢。偷完野怪还要收2批野区，1分30之前都不会有空管我们这边，需要离的就只有对面的中府张良、王昭君。所以在曹操1级已经崩了的情况下，1分钟的空间灵我们就可以自己控，利用空间灵叠层。同时小地图看到对面在打的是5路半途，对抗路半途人数持平，和曹操1v1，所以可以大胆上去换状态。期间不断下空间灵的血线，这样赶走曹操的同时，下一套技能好了就可以立刻秒掉，不会被抢。抢完后看时间点，在1分30后，对面视野全部消失，也就是这波线我们分不清哪边半途人多。身位退回来，先用烧鸡叠层，盯着小地图，两边都在中路漏了。曹操顶前抢4，1技能补前排兵升4的同时，等他交完3段1，2接3击飞，逼出曹操大招，打满一套。还剩2只兵怎么处理？一般情况下可以卡塔前，让曹操很难受。但这里看小地图红背的位置，队友蹲到了张良，我们从河道下方赶过来是一个夹位，所以这波线可以肃清，这样对方就必须要往中路或野区撤，走位空间被压缩。安琪拉2闪打掉张良，但被昭君冻倒，曹操先一步赶了过来，没大战斗力不高，我们跟过来补拼了战斗力，身位卡住对方，往前点到了视差视野，看似1换1的小摩擦，但晚到一会很有可能就已经爆发了大型团战。小技能换一下状态，只要不乱用3技能，王昭君就不可能动得了自己。曹操想回线，我们可以一路用技能打他状态。大招已经好了，注意小地图后羿射鸟，但凡这昭君敢跟过来卡我们，一定就是回头打昭君。2加强辅减速逼出闪现，前后调一下身位，1技能同时瞄准野怪和人，保证不会空。2技能前4加3，可惜没击飞的昭君。昭君2技能预判身前，强化普攻跟前，打出多段伤害后卡冰冻出发前，闪现拉开距离，再2归位接强化普攻收下场上的王昭君。
来到20+2，这么顺的前期一定不能掉点。队友在发入半途，对面再次全黑，中右藏草，红背临近的 L 草，下路墙边草都会对我们产生危险。在前置视野条件都没达到的情况下，这波线看都不能看。调兵也只能在塔下继续待着，直到对方出来管中路线，队友再往对抗路半途靠，才可以去试探下路的墙边草。线不用速推，这样打野刷过来，我们能先蹭小野，再和打野一起吃线。大司命准备 TP 走的时候，小地图看到张良视野漏了，立刻回来，不要急着打曹操，身位顶前卡住昭君，这样对面的输出量就完全不够打掉大司命。后羿的鸟再次命中，连带着收下曹操，上路后羿被换节奏，顶尖局标准互换节奏。这时候就到了4分钟后，也就是在实战部分重点讲的内容。对方在截上路兵线，要保证兵线速率持平，就需要把下路兵线也给截断，然后让兵线推掉一塔，保证两边都是平衡的。作为队内1号位拿个红是顶焰距离很正常的，但是要干人事儿，看半途人多出优线。蓝区的黄金点位视野庄周已经帮我们踩好，作为有红的1号位，下路线大胆带。同时我们也能通过视野信息了解到对面大部队一定在上路，这波线比对方带的更快，随后踩住传送阵，并不是为了去上路再带一波，对方手中的是王昭君，很难攻进去，但我们有后羿，队友集体往中左给假视野后，后羿射大射中王昭君，传送阵立刻 TP 炮车进入无敌，硬扛王昭君大招，让对面人塔皆丢。另外敌方是刚带完上路线，所以我们要盯紧中左位置的草丛，慢慢顺过去带上路线，带线时看小地图分析兵线，上路带好后，队友会带下路4-1阵型。这时候我们当然不会继续去带上路，而是靠过来中路接中线。你会发现这样就可以在不影响自己经济的同时，帮队友做到更多的事情。如果不打起来，中线就可以带过去，像这样打起来了，立刻靠过去打后续，利用兵线和野怪进场前提4层被动，后羿被对面先打掉，王昭君没技能是废人可以慢慢收掉。随后依旧是出半途，人多出优势线，不要贪小野怪。队友视野已经点好，把下路线在2塔前截断。和曹操的对位等级差已经有2级，全场1号位经济，把线做好再回来收野区，红 buff 依旧能拿。来到7分钟，对面视野全黑，半途视野不是这么好点。这时候看好小地图队友的动向，等他们清完中线再露头清线，这样就能保证队友可以立刻靠过来，前后脚清线就可以不怕打架。带好线后看后羿位置，推进任务主要集中在射手这个位置，所以当射手靠过来和我们同处一路时，只有2种做法。第一种阵型变为5-0，直接5人抱团猛推。第二种阵型保持4-1，作为带线边路要立刻动起来换位，射手靠过来推进，我们就切图过去中路接下部的中线，所以这里当后羿靠过来，夏洛特就可以随时往中切。为什么要切图靠中？这是一个防夹位，有夹位就会有防夹位。队友在下路推进时，中路河道会空防，对方绕后的位置可以借机行事。更何况对面是很有想法的大帅，2技能穿过去扫扫，立刻往后退，先不让对方发现自己暴露了，保持身位距离，绕到夹击的位置。请求集合。后羿射中王昭君配安琪拉，先带走一个，张良只能往上半途跑。看到张良交1技能了，2闪跟上，没中1技能可以刮一下，他只能用大招拖时间，2接1再接2，4层被动接强化补攻，大招打断强化补攻，霸体吃控，最后一个2完美收下，依旧做半途阵型来接中线。叱咤也在，可惜杀星起得有点重，强化补攻越塔太深，被骗进去后，叱咤闪现拉摔，最后只能被换走。9分15，复活出来整理一下，视野需要重新排。对面有张良、王昭君，需要更谨慎的做线，先是前后脚清线，等大部队先清完，再去出边路线，这样半途视野就能完全铺出来。对面大部队在上半途，接下来是10分钟龙团大节点，需要双边的线不能太差。TP 到上路后接劣势线，人少接劣线。但这波对方视野依旧没漏，而队友还没完全靠过来，所以 TP 落地后第一时间并不能露头清线，队友再过中线依旧没对面视野，那么这波兵线就铁定不能摸了，而且野区也要绕着走，直到整波兵线都掉完，再顺着兵线走。队友唯一没排的位置就是蓝区草丛，贴墙边盯紧对方的位置。昭君先露了头，2技能直接往后撤，张良立刻跟闪也来不及摁，这就是半途视野，面对张良也不怕。
看对方视角，大帅在9分30前就已经在利用下路兵线布局，没想到 TP 过来之后却一直不漏。预判夏洛特想绕回中路还是没找到，屏幕边缘露出来的那一刻再跟闪已经被拉开距离，太难受了。回来我们的视角，这波团后续自然就是随便打的。留下张良，拿下黑暗暴君，求稳把主宰也拿了，依旧是半途人多输优线，先排开野区视野，往下路转，把2塔槽也排干净。接队友过来后换位切图，保持4翼阵型去接中线，队友推下路，赶走橘子后，队友重新归位中路，保持4翼阵型非常简单，往上路带，一直去做依旧是排草。这时候对面的视差是一直没漏的，大概率就是要到了后方，做好防夹位就是队友在推进时带线边的主要任务，不放过每一个草丛。队友切到上路后再回来中，能一直确保对方一边半途的兵线出不来，也就是关起了对方的家门。看小鱼的视角就知道有多难受了。头讲各种神话故事。我方高地防御塔，大龙兵到位那一刻就是决胜团，就可以果断来打50。2阶强普用曹操做跳板，强普精准锁后排2阶3封后路击飞2人，配合队友完美拿下。这就是吃透半途概念后做到的边路打法。现在你已经掌握了对抗教科书所讲的半途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可以收藏教科书系列，让后续更新之后马上看。下课，好的，好的。